许多人都有过后悔的经历。其实，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，就没什么后悔的。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对。另外，让我们走向成功的，往往是我们从过去做错的事情中得到的经验。今天，你们终于完成了大学4年的学习任务，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表示祝贺，祝你们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，也希望你们以后有时间多回学校来看看。小孙子拿了一个苹果，没洗就吃了，吃完后觉得肚子疼，很难受，于是他就去喝水，差不多喝光了1桶水。爷爷见了，奇怪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喝那么多水？”孙子说：“我刚吃了个苹果，忘记洗了。”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应该有计划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昨晚多几分钟的准备，今天少几小时的麻烦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提前做好准备，可以使事情更顺利地完成，减少出现麻烦的可能。生活就像一个5味瓶，里面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都有。当我们快乐幸福时，它是甜的；伤心难过时，它是酸的；失败流泪时，它是苦的。但无论哪一种味道都必不可少，因为正是这些味道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考试，很多考试我们无法拒绝，不得不参加，否则我们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。但只会考试，没有真正的知识和经验，就算你进了门，也看不到世界的精彩。有个人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，问不同的学生，看到这个圆想到什么了？大学生觉得太简单，不愿意回答。中学生认为是数字0，小学生的回答却多种多样：月亮、太阳、乒乓球、西红柿等等。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，现在我又在他们那个学校里读博士。可以说，我和他们既是儿子和父母的关系，又是同学关系。我常和我爸爸开玩笑，叫他老同学。学习一种语言不是简单的事情，许多人在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很困难，于是就放弃了。但是只要坚持下来，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，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，这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信心，离学好这种语言也就越来越近了。真正的爱情可以使2个人相互理解、信任和尊重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精彩。无论穷还是富，
真正的爱情会让人觉得不孤单，仅仅一个笑脸，一句关心的话，就会让人感觉非常幸福。有人说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认为时间更像生命，钱花完了可以再赚，但是时间过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。时间不会为任何人、任何事停下脚步，每个人都不应该浪费时间，因为浪费时间，也就是浪费生命。我不同意提高门票价格。门票价格提高后，门票收入好像会增加，可是来这儿的游客却有可能因此而减少，实际上总的收入在减少。所以我觉得应该降低门票价格，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这儿。一天，小张和女朋友一起去爬山，他们爬了3个小时，女朋友累坏了。这时，小张指着山下说：“快看呐，我们脚下的风景多美呀！”女朋友回答：“既然下面的风景好，我们为什么要花3个小时爬到上面来呢？”学习一种语言不是简单的事情，许多人在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很困难，于是就放弃了。但是只要坚持下来，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，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，这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信心，离学好这种语言也就越来越近了。很多人一回家就把门一关，从不主动和邻居聊天，住了几年还不知道邻居姓什么。在城市里，这样的情况尤其严重。实际上，邻居应该成为住在旁边的好朋友，大家有事多联系，多商量，这样生活会更好。万事开头难，每个成功者都要有一个勇敢的开始，才能找到自己的路。虽然能力、经验、积极等对我们取得成功有很大影响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勇敢的开始，就没有最后的成功。我不同意提高门票价格。门票价格提高后，门票收入好像会增加，可是来这儿的游客却有可能因此而减少，实际上总的收入在减少。所以我觉得应该降低门票价格，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这儿。一个人如果能以友好的态度对别人，相信别人也一定能以相同的态度对他。人们常常说，生活就像镜子，你对他笑，他也对你笑。相反，如果你对他哭，他也对你哭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都应该有计划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昨晚多几分钟的准备，今天少几小时的麻烦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提前做好准备，可以使事情更顺利地完成，减少出现麻烦的可能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考试，
很多考试我们无法拒绝，不得不参加，否则我们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。但只会考试，没有真正的知识和经验，就算你进了门，也看不到世界的精彩。儿子和父亲坐在树下，儿子问：爸爸，冬天树上为什么没有叶子？父亲说：冬天人们需要阳光，如果树上有叶子，树下的阳光就不多了。儿子又问：夏天树上为什么又长满了叶子？父亲说：原因正好相反，阳光照在叶子上，人们在树下才凉快呀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吃妈妈包的饺子。长大后，虽然尝遍了世界各地的美食，但我觉得还是妈妈做的饭最香。因为我在外地工作，每年回家的次数很少，所以每次回家，妈妈总要给我包几顿饺子。我15岁时，问母亲她最幸福的事是什么？母亲回答说：你第一次叫我妈妈。25岁时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回想起母亲当时说的这句话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一下子哭了起来。有2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只大老虎，其中一个人马上从包里取出一双运动鞋换上，另外那个人非常着急，大叫：你干什么呢？即使你换了鞋，也跑不过老虎啊。第一个人却说：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。只要养成阅读的习惯，我们就能经常获得新的知识。这还不够，我们还应该学会好的阅读方法，例如提高阅读速度，扩大阅读范围，有重点、有选择的阅读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知识更丰富。你的办公环境会影响你的心情。如果环境干净整齐，你每天都会感到轻松愉快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办公桌很乱，是时候改变它了。为了有个好的心情，先整理你的桌面吧。吃葡萄时，有一种人一定先选最好的吃，而另一种人正相反，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。到底他们谁更快乐呢？我想是第一种人，因为他吃的每一个葡萄都是手里最好的。但也有人认为第二种人更快乐，他们先吃不好的，这样更好的总在后头，于是他们总是有希望。